嗯。继续看。哎，你这还差2天，不看了？不看了。啊，好，谢谢。姐，你怎么这么镇定啊？你越这样，我心里越慌。别慌，有什么可慌的？桃子，其实我也不清楚，到底是应该发泄出来好，还是一直憋在心里好。我只是不想让我肚子里的孩子受伤害。是。其实我很愤怒，我也不甘心。13年的情感，12年的婚姻，我每次一要生气的时候，我就在想，不行，为了肚子里的孩子，放下吧。忘了吧，我现在只有一个信念：任何事情都不能伤害我肚子里的孩子。那你后面怎么打算的？我要跟他离婚。对，我支持你。姐，到时候得让他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房子、车、存款都得给你，孩子抚养权也得在你这儿，每个月还得给你高额的赡养费。他给你和孩子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不能白白就这么算了，得给他点教训，让他净身出户。桃子，你认识律师吗？我帮你找。好，帮我找个律师，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还有啊，这件事情一定先别让大姨知道，怎么也得等我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啊，不然大姨非疯了不可。我姐，你放心吧，我明白。桃子，姐也想告诉你，虽然我的婚姻失败了，但一定别影响你对婚姻的看法，啊！我和段西风婚姻的失败，那是少数的例子。如果婚姻经营好了，还是会很幸福的。你别再担心我了，姐。那苏青姐怎么样？姐特平静，这都什么时候了，她还那么平静。她越这样，我心里越慌。
平静也是装平静，不是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吗？你别那么难受行吗？哎，找你帮一忙行吗？说。你帮我找个律师。找律师干嘛呀？想要离婚。不是，这事儿就下决定下得太轻易了。你能不能劝劝你姐，就是再考虑考虑？你毕竟你姐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你总不能将来孩子生来不知道孩子他爹是谁吧？另外，西风那天晚上他那认罪态度，我赞成婚协离。你是男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种伤害对女人来说是致命的，你还替西风说话？我替得着他说话吗？我挺理解你姐的。那你要找律师这事儿，你能让别人帮着找吗？我跟西风，我们俩行，不麻烦你，我找别人帮我找。我找最好的。婚姻法对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妇女是有保护的。法律规定呢，在妇女怀孕期间，还有分娩后1年内，或者终止妊娠6个月内，男方是不得提出离婚的。所以按你现在这种情况，只要你不主动提出离婚，男方就不能提出离婚诉讼。哦，可是，邵律师，我不想维持了。我们现在主要想问一下，如果他们离婚的话，我姐最后能分到多少财产？那先说说你们都有哪些财产吧。有一套130平米的房子，现在市价应该是400多万，然后45万的存款，还有一辆价值20多万的车。房子是谁的名字？什么时候买的？谁付的款？房子是他的名字，首付款也是他付的。买这房子的时候，我们俩还没办结婚证呢。那现在还有贷款吗？没有了。谁还的？基本上都是他的钱还的，因为我的工资比较低。按目前情况来看，根据我国新出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3，恐怕不太乐观。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段西风他是过错方啊，再说我姐还怀着孕呢，法律是不是应该对这种情况有些照顾啊？你说的没错，婚姻法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这方面，对婚姻无过错方还有女方的确是有照顾的，但是你要知道，这种照顾幅度非常有限。所以按现在的情况，你们能够分割的共同财产，也只有这45万存款，还有那台轿车。还有家里的一些家具家电。不是，那套房子怎么就不能算作他们夫妻共同财产呢？我跟你解释一下，是这样的。首先，房子呢是他们婚前购买的，而且房子呢是男方的名字，对吧？房本上并没有你姐姐的名字，所以在法律上，这样的情况就被视为是对方的婚前个人财产，是不能进行分割的。那最后我姐到底能够分到多少啊？按常规来看，除了房子，也就是剩下财产1人1半吧。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姐跟这个人结婚12年，我姐把自己最好的时间都给了这个男人，结果因为他出现外遇，导致2个人离婚，我姐最后就分到这么一点钱。不过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我只是说如果如果你姐夫他还很在意跟你姐姐这么多年的这种情分，他愿意把这套房子拿出来视为他们2个人的共同财产，那么还是可以进行分割的。不过在我接手的这些诉讼里面，这种情况少之又少，因为你想，夫妻双方都已经要离婚了，谁不想自己多分一点财产呢？就是说，我姐以后生活的怎么样，就得看她现在发多少善心，是吧？从目前来看，的确是非常的被动。所以呢，我现在给你们的建议是，首先一定不要主动提出离婚，让他先提，这样呢，我们还有余地能跟他讨价还价，有可能呢多分一点财产。果然，你看情况也就这样了，你们是不是回去再商量商量？行。邵律师，我们不商量了，麻烦你帮我起草一份离婚协议书。姐，你在想
想想，不是这事儿，咱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一定有办法的。你这么着下，你太吃亏了。桃子，你别劝我了，我想得很清楚。你再想想吧，姐。谢谢你，麻烦帮我起早一份。那好吧。姐。果然，到时候你把离婚协议书拿一份给西风，找个合适时间，我们去你那儿把证办了。不是那个姐，这事儿能别找我吗？姐，我求你了，你好好再想想行吗？这事儿一定还有别的解决方法的。你最后就拿着那么点钱，真的太不值了。桃子，我知道你心疼我，你不用劝我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只想我肚子里的孩子。那个姐，我觉得你是不是还是有点冲动？面上挺平静，就是但是内心冲动。多想想孩子，就你西风是王八蛋，你说，但是你得给他再给一次机会。什么冲动啊？离婚这事儿一点也不冲动，咱们是商量办法，那商量怎么才能让姐分到更多的财产？是，他是办的事儿就挺那个什么，挺王八蛋，你得给次机会嘛。给什么机会啊？都这样了，还能往下一块过得了吗？是过不了，那但是姐你也别多想，我觉得西风这人还是挺有良心的。不是谁有良心呢？他呀。谁？西风有良心？他原来有良心，现在狼心狗肺，我恨不得都抽他。不是你，我跟你说，你绝对立场有问题，你知道吗？你知道姐和西风是怎么回事吗？姐本来是很有工作能力的，在事业上一样可以很有成绩。姐那是因为为了照顾家，然后让西风可以毫无顾虑的去忙事业。好啊，哦，西风现在事业成功了，钱也赚着了，房也买了。啊，房写他自己的名，俩人一分，最后这个钱还回到西风自己兜里，凭什么呀？那姐这些年付出到底算什么呀？真的太不值得了。姐，不是，姐你真的再想想吧，行吗？不想了，这事儿就这么着了。那你自己上去吧，我在这等你。这字儿我肯定不能签，这婚我肯定不能离，我肯定不能离。果然，这不是你该干的事儿啊！你这不是你的事儿，以后这种事儿你别管啊，跟你没关系啊。你是哥们儿吗你？哥们儿就这么做呀？你把他放我这儿干什么呀？神经病啊你啊！不是这赖我呀？不赖你赖谁呀？你以为我愿意管你这破事是吧？你以为我乐意管是吧？我告诉你，这点破事我管10年了，我今儿他妈管你身上来了我。他妈我也不管，反他妈现在拿的是你，你甭跟我说这个，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段西风，我还真不乐意管这点破事儿，我就一样，你别把我搅和进去。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果然，我跟苏青啊这么多年，我们这么恩爱，你也知道我马上当爹了，是吧？你说你干嘛？你管这个呀你啊？这他妈是好事吗你？你赶紧走，你赶紧走。我快走，离我远点啊！我告诉你啊，有这种事儿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啊！我告诉你啊，走。
怎么样？你甭看了，他不可能签。为什么不签呀？不，他对这财产分配他还不满意，怎么着啊？不是，那他到底他舍不得你姐。舍不得，早干嘛去了？你这立场就是有问题啊！你在律师事务所的，你还替他说话，你是不是心里特同情他呀你？我同情谁啊？西风啊，我同情着他吗？就他这样了，小时候那脑子让门挤过，完了被狗追过，直接让狗追的掉粪坑里了。现在呢，这脑子又让猪拱了，直接拱猪圈里头。就是王八蛋，缺心眼儿。我要是他，我不是说我是他啊，直接我就27楼纵身一跃死了得了。我跟你说，桃子，我说实话，我现在我同情你姐，我更心疼你姐肚子里那孩子。我跟你说吧，这西风，我跟你说，他要是人，他就得明白点人事儿。他是不是人，我还真不知道。这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说我这跟他好这么多年，你说我真就没看出来，还有这么一出呢。真不是个东西。没错，真不是东西。不是，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也有个别例外，就是但是那个个别吧，需要人用心，睁大眼睛去发现。你眼睛就挺大，还很美丽。西风电话接吗？接，万一他有什么事儿呢？说。哎，果然啊，那个有点事儿想麻烦你，你看能不能帮我约一下桃子？我有重要的事跟你们俩说。成。